最近還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講一下中國共產黨的工信部，中共工信部公開了一個數據，表彰自己很牛逼大家去網上看一下，剛發的，說近年來截獲詐騙信息 64.8 億次，查獲相關跟詐騙電話詐騙有關的相關的高風險電話卡2億張，去看一下工信部自己發的，電詐截獲 64.8 億，電詐電話卡2億張當做業績發布的。然後這個數據看完了，你們大家什麼感覺？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數據才14億人口，連出生的所有孩子都算上才14億，被截獲的咱不說沒查獲的，被查獲的電詐的電話卡2億張，14億的 15%， 這電話卡都是怎麼辦理出去的？因為知道你不激活沒有意義，那你激活你就得實名制，這概念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15% 的民眾都參與電詐了？因為從2013年傻逼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共工信部就出台了強制的法規，叫《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等級規定》，也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管是有線還是無線市場上，所有的電話卡都必須通過實名驗證才能開卡使用。大家想想，這是中共自己說的，2億張電話實名認證開卡使用，結果全變成電詐電話卡，怎麼達成的？那電話卡怎麼達成的？怎麼開通使用的？那有人說這是下面一些公司代理渠道什麼卡商協助電詐集團完成的。你們覺得這個說法有沒有可能？扯不扯淡？就是中國目前的大環境，什麼樣的公司、渠道、代理商、卡商敢做這樣的事兒，把電話卡賣給電詐集團，甭管是公開還是私下的，就這種機構，只要電詐集團一開卡使用，那這裡面涉及到的渠道、代理商、卡商就是明確的刑事犯罪。這電話詐騙的共犯中國有沒有這樣機構冒這麼大風險、坐牢的風險，把這麼海量電話卡賣給什麼這些電詐集團？回來再說電詐集團怎麼開的卡，實名制。對呀，任何地區渠道代理商賣一批量電話卡10萬張，都別說2億張出去，這邊一實名一驗證，馬上異常移動通信公司後台馬上就能發現，怎麼找的，怎麼驗證的有人說呢，電話集團零打碎敲的2億張怎麼可能零打碎敲的賣？經過環節越多，拿到的電話卡不僅成本高，風險還大，肯定是直接拿着。所以就像這樣的數據，中共自己說2億張，再說一遍級別的電詐用於電詐的電話卡，只可能是中共國電信體系以及主管電信的上級部門直接賣給電詐的。對呀，實名也因為這種超越權力的交易，實名認證環節一定是被跨越的，否則你就想想怎麼完成這2億張的實名認證。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誰有能力做這麼大一個事情？除了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所以大家回憶一下佐證前段時間為什麼涉嫌大量電詐的案件的太子集團陳志事情的詭異，想想那個詭異就應該全明白。因為最開始當美國、英國、歐盟都通緝太子集團陳志詐騙的時候，中共國一聲不吭。誰跳出來了？柬埔寨政府跳出來說，經過調查，太子集團一切經營都是合法的，沒有任何問題。就中共國不說話，柬埔寨跳出來了。洪森家族背後是誰，咱們都清楚。然後當連亞洲都開始越來越多的國家通緝陳志的時候太子有問題的時候，柬埔寨政府卻主動說把陳志引渡給中共國了。這麼多通緝陳志的國家不引渡，柬埔寨引渡給中共國，一聲不吭的中共國。然後中共國外交部在新聞發布會說，對這個事兒說會公開處理這個案子，讓社會享受充分透明度。結果陳志引渡完了，哪有透明度？進到中共以後，這個人信息就消失了。我講了，可能已經被處理了，當時講過。
至今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事兒的內情，你們想想就知道了。電話卡也好，電詐陳制，然後再想想全世界的芬太尼潜艇出口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工合成毒品原材料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国提供的这个咱们已经得到验证了很多次连中共政府都不否認咱们叫芬太尼，你可以叫很多東西我就不提這些化學名詞了，省得我這個賬號被封了。中共還拿這個作為跟西方談判，特別是跟美國談判的籌碼2022、2023跟美國關係緩和一些，就公開承諾嚴格審核出口，馬上全世界的芬太尼就是毒品馬上就減少了，因為中國出口的原材料少了。跟美國關係緊張，全世界馬上感覺到人工合成毒品原材料供應充分了，因為中國出口的多了。想想大家想想這些事兒，一堆鋁金屬產品全世界最大走私國的等等所以你就想想最可能的結論是什麼？咱們不給它100%確認，沒有調查研究，對吧？但是你最可能的結果是什麼？在中共國土地上，這些黑暗的、骯髒的、血腥的這些生意非法財富獲取的領域，每一塊背後都應該是中共政府高層的一個或 N 個領導賺錢的自留地，也就是國家本來就是機器嘛，在流氓獨裁者中共眼裡，國家就是機器嘛，所以這些高層的群體，可能你的自留地就是芬太尼，你就是電詐，你就是器官移植那某一些因素出現了比如說利益需求或者說領導的集團換勢力了，或者國際上壓力太大，審查更嚴苛了，或者說國內政治鬥爭出現了某種異常的結果等等，那麼這時候有些人就要收斂，有些人就要被處置有些人就要怎麼樣怎麼樣。像現在可能因為伊朗，所以從伊朗走私石油作為主要來源的，有人說跟習家某些人有關係的，那可能這段時間就會比較收斂。對呀從裡面走私完了賣給中共國的官方的企業掙錢，好吧，就會出現比如說電詐收斂了，芬太尼減少出口了，產業規模被壓縮了，監管加強了等等。那這種情況下，工信部這次自己說了但是呢自己說完了可能就沒想到這個事也會打自己臉，因為只要腦子不傻的人都會問2億張電話卡是怎麼出來的，都會去問，好吧，這2億張電話卡是怎麼出來了？除了中共政府高層內部是這種事情的靠山以外，我個人是完全沒明白誰還有能力做這種規模事情。就我挺高興，只能說明有些機構越來越怕我有些機構越來越怕我。其實對於沒有任何信仰追求道德約束的中國共產黨來講，就是在這個全世界通過這種很流氓齷齪沒底線的事兒給自己個人掙錢，利用國家機器來幫助自己達成掙錢的結果的，那都是很厲害的這個是沒辦法沒辦法，除了中共其他的做不到，這得真的相當厲害，所以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好吧中國共產黨當然還會老話說因果報應，人間不爽，有因就有果中共國目前也是一樣的，有因就有果，詐騙全世界，腐蝕全世界，毒害全世界，侵權全世界等等，所有的行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這樣子的國家受到什麼樣的反噬，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可能都是大家只能承受的，而且國家的民眾也沒辦法因為民眾作為這個國家的奴隸，很多很多奴隸還願意幫助奴隸主做壞事那要承受未來這些產業坍塌產生的後果，就只能承受着。